好，那我们就继续来往下看这样。嘿，那在这一个第二节里头的话，我们就来看这个形成性及总结性评量的一个活动形式。那在前面一个小节的时候，我叫你们把它设计成一个小作业，有没有？那可能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很多的那个教学经验，或者说没有用多元教学的机制在进行的时候，可能比较不熟悉哦。好，那这样呢，我们就来想办法。嘿，那在我们前一个主单元的时候就讲到说有所谓的情意认知跟技能。嘿，那这个认知部分的话，就是说在2001年以后的话，就有所谓的这一个知识向度跟这一个认知向度，有没有？那我们就来以这个主轴来看看我们怎么去设计我们这一部分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画面上面的这个这个左边里面有应该说左下角的哈。我们回忆前面有讲到那个记忆、理解、应用、分析、评鉴跟创造。那首先先来看这个记忆哈 ，remember。那 remember 如果说我要来操作这一个形成性评量，我要怎么操作呢？那其实很多的动作都差不多啦，差不多那形成性评量就是说在有所谓的线上选择题那选择题自我测验所以这个是在这一个可以看出来在我在找这些资料里面，就是说那些教育专家还有很多的那个国外的大学，他们就会呈现出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活动。那因为省篇幅，所以我只找几个很简单，比如说选择题啊、自我测验啊就我们现在在教育部认证的时候，常常就会在上面给你很多的那个认证，甚至 checklist 给你很多的那个单元，让你反复的去看它，那你自己去背就像说我们在背书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就会一直反复的自己要求自己把它背熟 repeat 的那个这个检核清单。那甚至好一点的那个就会做 game 给你好像说有几个这一个摩克斯的大的网站那这个他们都会有很多的观众在学生在收看在join 他们的 program， 所以他们就会设计很多游戏让他不断的去练习这样那甚至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还有这种叫 response card 就是说问他一个题目学生就在那个白板上面写那就挤出来那看他对不对这样所以这个完全就是要让他能够精熟他的那个学习的那个目标所以这个是一个formative就是说形成性评量的一个实施的可能的这一个策略那在总结性评量那一样你可以考试用它是 multiple 的 choice 的 exam 那甚至你可以让它考填中题填中这个 fill in 的 answer exam， 那甚至就是简答题就是说 short answer 的 exam 那或者是说 source list 那 source list 的这个比较少用比如说这个字眼清单可能就这样去消化很多 data 以后他可能做一些简单的心得报告这样那甚至word cloud 这个词云因为这个是国外用的这些词项，平常我们比较少用这样就是说有关于那个整个他那个 know how 里面的一大堆的那个的那一些 turn 让他去选去 pick up 这样那让他想办法能够 remember 你要他的那个教学目标这样所以这一块可以看出来这样那再来第二个 understand 就是说在这个认知的这个dimension 里头的话，它到底在形成性评量，你就让它做一个调查报告加文献探讨，那甚至辅导教学就是说这一个其实这个 tutorial 要换成这个辅导教程，这个好像也怪怪的反正就是说有给他的一个机制，让他不断去学就是说一段一段的去这一个pick up 那些 data 那按照他的那个了解与否的一个角度那进行多元的一个学习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这个动画animation 这样这个都是非常这一个让他去选择那些动画里面的他到底是否了解那甚至就刚刚也类似前面，因为很多的教学活动都可以重复的这一个实施比如说这个简短的摘要种种这个要考验他这样好，那像说我最近要再教一门课就是教一门那个推广的学生来学这个量子电脑程式设计那也许我到时候叫他看完了一个影片之后呢，教他们怎么样写那个什么叫做这个什么叫做这一个
量子量子坍缩有没有量子叠加什么种种的一些那看他们看完了以后他了解多少这样那当然考试的时候 summative 你也可以一样就是说带注解的参考书目那这个我参考的这个文献它这么写的名片式的测验那就是说可能不断的给他就是说一片一片的去问他抽出来那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了解这样也就是说要让他很怎么讲有更多元的去考他这样就那这个也许就有点类似我们叫做 IRT 就是说 item response 的那个测验这样这个的那个理论因为他要比如说像那个多益或托物的考试他就会出题目你答对就给你更难的题目那你如果答错他给你简单题目那环物的一直测验那检验他到底他的那个了解是落在哪一个label 里头这样所以这个太多的一个操作机制那再来就是应用也是一样就是说 interactive 的那个 tutorial 那互动式的辅导教程就让你去操作这个那也许我们用电脑设计一些可能多变化的一个教程让你这个整个去follow 它那甚至有那种虚拟实验室让你进去操作让你去看你到底会不会应用那甚至模拟一样那当然还有 game 那这些 game 让你进去这个相对的去玩它这样那当然这个细节我们就说当然是如果有机会当然是我们找到更多的案例来跟各位做说明那因为课程的要求就是我们大概在50分钟左右把这整套教完所以各位有兴趣就按照这些 keyword 再去找这边的教学内容很丰富在网络上面尤其国外很多的那个知名大学他们在他们的官网站上面都会提供很多的案例这样那再来的话就是说这个总结性评量maker project 比如创客专题那甚至叫你做实验那甚至这个增进呈现就是说可能就叫你现场去表现出来表现出那某些事情出来这样所以这个也许你去做菜有没有去兜出一个作品出来这样那这个当然有很多不同的教学所以我这边只是很简单的举几个小的教学活动给各位做参考这样那再来的第4个就是分析那这个应该要用这一个动词用动词我把它写成是名词这个应该 analyze 没关系你们知道就好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在右上在那个标题也有写出来就是说这个形成性评量就是说分析其实是 online discussion 让学生去这一个发表他个人的看法那看他娓娓道来他这个个人的这个观点这样那甚至在很多的那一个应该怎么讲就比如我们很多教育学院或者是法学院那甚至管理学院都有那种个案研究有没有给你一些个案那让你去发挥你到底能够分析这个的主题的相关的一些内涵出来这样那总结性评量其实也是都差不多一样就是说他这边就是在我参考的几个文献里面他讲的 trouble shooting 就是说给你一些这个反正给你一些 trouble 你如何透过你能够分析出来厘清把它这个故障排除那甚至前面讲 case study 一样你还是要交报告那甚至你也能够画出一个图表完整的去解构那个整个东西的脉络就像说我们常常画的那个叫概念图concept map 或者说那个知识地图knowledge map 就是考验你对那个东西的分析结构那整个脉络所以这个都有它的一个完整性这样那再来就是evaluate 这个评鉴那评鉴这个有时候也是稍微比较麻烦一点点在这个形成性评量的时候一样就是说一个short 的那个 summarize 跟那个 reflection 就是简短的总结跟反思就是你做一些那甚至你要评论要写一个 comments 那甚至你的实验报告这些都是一个 report 这些 report 都有它的一个重要性这样那当然上面的机制在下面的这个总结性评量所以都可以共用所以常常相同的这一个教学活动教学策略只是说老师不记录成绩那只是让学生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练习的机会那当然总结性评量的话学生压力就比较大因为比如说你要回顾东西要评论那像说以前我们在
修人工智慧的时候，老师给你一本原文书，也叫你要写50个 pages 的一个什么一个评论甚至那个心得整理评论这样那压力就很大那期中考要读一本原文书，期末考读一本原文书，那整个就是要读2本那这个很伤脑筋那在 learning logs 就是那个他也要追踪你的那个学习日志就是说那些日志里面就是你要去评论，就是会写那个心得口水，有没有看出来那最后的总结及反思那这些都是怎么样去做，当然是有机会我们再看看有一些案例绝对有案例绝对有案例这个可以来进行来这个把玩这样那最后的第1、2、3、5、6个有没有？那第6个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总结性评量里面就是 peer review 同侪评论可以耶，可以耶。那同侪评论为什么它在我看到这一个它这个也许你们可以自己讨论一下，为什么在创造力里面同侪评论也算呢？也算，你们看出来那同学会不会给他乱建议，给他乱的那个评审所以这个也无所谓了，因为这个本来就是各种不同的一个训练因为形成性评量不算做的成绩都还好。那还有 normal exhibition 就是创新的展示展览，你们看出来这个尤其是很多的那个创新的展览或者说创造力的那个展览在很多的都有这样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呈现，就是说怎么看你的那一个东西的呈现出来所以这个都有蛮大的一个挑战性那当然学生最大压力还是这个总结性评量比如说合作探究专题就是说一群同学在一起呢，如何脑力激荡把它做出来，那甚至综合论文就是说常常我们要发表论文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求学生你要 creativity 或 innovation所以这个都是要求的。那甚至作品集portfolio 也就是可能你一系列创造好多东西出来，把它汇整成一册这个学生压力就很大那当然最后就出版物跟这个成果展示这个就有点类似在发表更严谨的这个 paper 种种的这个机制哇，这个东西蛮多的。那每一个教学活动其实都是一套学问那在这里我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跟各位做说明所以在这里我就要求说你要怎么办 give at least one extra formative assessment of activity about Bloom 的 revised 的这一个 taxonomy 就是新的因为这个排版的时候它自动排版帮我打成这样没关系，你们看了就好就说你再给我一个新的，就是我刚刚不在上面的，当然这个时候你就要到上网去找了再给我一个新的这个 formative assessment 的这个 activity， 再给我一个新的怎么样这个 summative 的 assessment 那这个太多的教学活动你们就去找一下那我这个主要就是看这些网站我就是列出一个比较主要的网站给你们参考，那你们可以到这个网站上去看了一下，然后呢看看它后面的那一个相关的那个什么参考文件，再继续往下找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在这边要努力的一个方向这样好，那就给各位的一个很 brief 的一个指引所以整个教育理论的导入，教育策略的导入也有它的一些策略那当然要往下看的话，有厚厚的一本书要看那这个有机会呢，各位我们再办更多的研讨会来跟各位一起这个探讨这样好，那这个呢就先讲到这边。